12生肖中有11种动物都是寻常存在的，只有龙是神话传说中的，没有人见过的。那么频繁现身中国古代故事的龙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存在吗？它为什么会列为12生肖之中？土卫六的大气层在实验室中重现，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生命。这个发现或许会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存在于大气层中的神秘生物。自古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着不少描写神兽龙的故事或作品。中国有叶公好龙、画龙点睛、鲤鱼跃龙门等经典故事，而国外也有龙骑士、驯龙记、龙之心等作品。中国之龙有角似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足似凤，须似人，耳似象，被认为是神圣至高的存在。而外国之龙躯强壮，身披鳞，头有角，口尖牙，后有尾，背负巨翼，可步行，可飞天，都被赋予撒旦和邪恶的身份。虽然中西方对龙的描述不尽相同，赋予的寓意也完全不一样，但不管是东方的作品还是西方的不管是描写神龙的作品还是刻画恶龙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属于科幻类。之所以这样归类，是因为龙向来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并没有真的看到过。但没见过就不存在吗？1934年，《圣经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似乎向众人揭示了什么。1934年7月初，营口很多人说，在田庄台上游发现一条活龙，人们用围席给它搭凉棚、挑水浇，寺庙僧侣每天为它做法超度。数日暴雨后，它消失了。目击者说，这条龙与化身的龙模样一致，有4只爪子和鳞片，嘴上长着2个长须，2只大眼睛突出，身长大约10米左右。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但多半是不信的。但即便有不少目击证人，但终归不是亲眼看到，还是难以信服。何况目击者的描述实在笼统，无法服众。就在人们对这次事件争论不一时，又发生了相似的事件，又有一条龙从天而降了。8月初，《圣经时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7月28日，一条龙在营口的从天而降了，坠龙打翻了3艘小船，坠落地点周围的工厂和房屋都悉数被毁，还掀翻了火车，9人不幸丧生。8月8日，有人在距辽河入海口10公里处的芦苇丛中发现一具与传说中的龙特征一致的尸体，行为远飘，有双脚，且是鹿角式的插脚，这在动物界罕见。鳞片装了2大筐，死亡前声音如牛叫。文章一发出，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如果说上次是假的，那这次总该是真的了吧？连龙的尸骨都有。面对这样确凿的证据，还有什么可质疑的呢？这件事被称为营口坠龙，因为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真龙，老祖宗诚不欺我。但是虽然坠龙事件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可仅凭一副躯壳就能证明传说中的龙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新闻报道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或许科学会回答。有科学家发现土卫六大气层中有一些奇怪气体分子，这或许意味着在土卫六的大气层中很可能存在一些生命。不要觉得这个发现没什么，其实在不少的国外作品中早就有类似的描写和定义了。著名小说家柯南道尔在自己的短篇小说《航空译文》中曾设计了一个存在于大气高层的空气丛林生态系统，里面栖息着许多体型巨大的呈凝胶状的半固态生物。另一位奇幻小说家雷布莱伯利在自己的小说《火星编年史》中也有类似的设定。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外的著名小说家都在作品中有过相似的设定。除了在文学作品中有这样的大气层生物外，在一些游戏里也有类似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家一直怀疑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泰坦的大气层与地表之间发生着各种有机化学反应。土卫六是太阳系中除地球外唯一具有稠密氮气和发生有机过程的星体。有趣的是，科学家们认为大约在28亿年前，地球的大气层的成分很可能与目前土卫六的大气层成分相似。对土卫六大气层的研究可能会为地球生命演化的早期阶段提供重要线索。为此，研究人员设法在地球实验室里重现了土卫六泰坦上的大气条件。科学家们认为，
土卫六的表面或许有线索可以帮我们了解太阳系中生命如何出现的，但如何弄清其大气成分仍是一个问题。土卫六的大气中弥漫着浓密的光化学物，会使照射进的光散射，这并不利于研究。目前科学家对土卫六大气的形成过程仍然知之甚少，其中包括构成这种烟雾类大分子的确切化学结构。为了进一步研究，国外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在实验室环境中模拟出了大气层各个阶段的有机碳化合物，通过解析不同大小的分子，获得这些霾分子生长的不同阶段和其化学组成。尽管科学家们一直在做各种实验，但目前对土卫六大气层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美国宇航局计划2030年代向泰坦派遣一种名为蜻蜓的机器人旋翼机，以探索其表面和大气层，并寻找可能的生命迹象。如果说科幻作品是对科学发现的一种延伸和润色，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大胆猜测，大气中或许真有着小说中描写的那种生态系统呢？众所周知，一些特定气体的存在预示着生命存在的可能。假设土卫六的大气层中真的存在未知生命体的话，那么它可不可能就是龙呢？在一众科幻作品中，对大气巨兽的描写多为体型巨大，可随意改变自身身体的密度，低密度状态时可在空气中如鱼儿般，其活动不可见。看着作品中关于大气巨兽的描写，你是否会觉得有些熟悉？没错，这些作品是对于大气巨兽的刻画与中国的龙非常相似。中国的龙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游走于空中，其形如鱼。你或许会觉得这的描写和设想都是天方夜谭，是创作者们的想象。那么这里就得和您说说另一个坠龙事件了。其实坠龙事件不单在中国发生过，在国外也是有的。1891年9月，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据说当时有一只约10米长的火蛇出现在镇的中心广场上，不少目击者说看到天空中出现了类似于龙的影子。当地的牧师发誓说自己看到的蛇有火红的眼睛、炽热的呼吸。除了印第安纳州的这个事件，1994年纽约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1948年9月11日，当时最高的摩天大楼受到了成群的鸟类的袭击。据目击者说，成群的鸟类撞向窗户，就像是被什么危险的东西追赶着逃离一样。撞到玻璃的鸟落到地面死去，身上都有奇怪的烧灼现象。鸟类学家到现在也没法解释这个现象，更没有搞清楚这些鸟死亡的原因。人们猜测，或许是大气层怪兽在追赶这些鸟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目击事件。1939年的夏天，一架携带着12名军人的美国空军运输机在返回基地的时候，突然发出了求救信号。当飞机停落地面，救援人迅速上去打开舱门，发现飞机上的人员已经全部死亡，他们的身体上都有奇怪的烧伤，而飞机内部到处都是弹痕，好像这些军人在死前曾激烈于什么战斗过。这个事件迄今也没有查明真相，也被认为是大气巨兽所为。国内外的目击事件都在证明着大气层生物的存在，而其形象与各国的龙颇为相似，这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这是真实事件还是人为编造？是巧合还是欺骗？如果说大气层生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它真的就是龙的样子吗？还是说它本有自己的模样，也偶尔闯入人间，在目击者的润色下才变成了龙呢？关于大气层生物的存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即便诸多事件都将它与龙紧密联系，但却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切是真实的。一些国外的研究学者认为，不同的环境可能孕育不同的生命。如果太阳系内的几颗气态巨行星存在生命，那么它们很可能只漂浮在大气中，不能完全否定这些大气层巨兽的存在。无论是科幻作品还是科学发现，我们都相信，在这个浩瀚神秘的宇宙中，万事皆有可能。人类所到达的领域始终太小，更广阔的世界正等待着我们去探索。